刚得知戴哥要出 VF17 消息的时候，那真的是喜出望外，喜大普奔啊！这个年头能惦记着这些老飞机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本以为要抱着我的老歪社要泯灭于时代的浪潮了，毕竟现在连热门的飞机，比如19系啥的都跌得惨不忍睹啊！结果 VF17 竟然还能出新品，那还说啥呢？赶紧买回来给大家开箱看一看。现在兄弟们买铁飞机可真的是很幸福啊！刚出货的时候就已经跌到950以内了，当然如果在拼多多领个券的话，还能更便宜。除此以外，还有个超低价的捡漏好机会。新的一年各平台竞争激烈，拼多多官方为了突出重围，大力推出了魔丸专场，可以秒杀各种正品魔丸。本期分享的 DX 超合金 VF17 现在限时福利9块9秒杀，我看到的时候就惊呆了，哪有人天天过年的？常规预定购买或者现在吃线再便宜，能便宜到9块9吗？显然是不可能，是吧？这捡漏的机会可不常有，我额外找官方申请到了3000个粉丝优先名额，放在视频下方的链接了。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或者评论区的置顶链接就行。除此之外，从我专属的链接里点进去，还能领取专享的大额优惠券，全场通用，想买什么魔丸都可以，还不快去拼手速？回到正题啊，现在来开箱看一看这次的铁飞机新品到底更新了一个什么水平。依然是2层的吸塑，下层是亘古不变的祖传支架，咱们直接跳过，拿出本体。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很轻啊，感觉这个 size 好像也小了一号。可惜我的老歪社17S 在老家躺着，没法拿来给大家做个直观对比，等下次有机会再拍吧。今天先来聚焦新玩具啊，先来给起落架展开，开启展示模式。不是哥们儿，上来就给我惊喜啊！这个左起落架盖板咋公差没对齐呢？送成这样，一拔就出来了。那咋右边的这个就那么紧实呢？简直了！不是你搁这玩我呢？怎么全是这种上古设计的零件啊？还有没有正常人啊？给我重新来一遍。后起落架位置和展开方式和当年的171一样，这里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啊，应该是已经相当成熟的老模具了。哦，对了 ，F 形态展示之前还需要给2个手臂加装盖板，否则这2个手裸露出来就太难看了。这下才算 F 形态完成嘛。OK， 那么 F 形态展示一下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。我不知道各位是什么样的感觉啊？我的感觉就是第一印象这个不像 VF17啊，反而更像是改造过后的 VF171。这里直接跟171来个对比，可以发现除了机头短了一点以外，其他几乎和当年的171是一模一样的。当然从道理上来说，不应该有爸爸像儿子的。这里再跟老歪社的大概比一下，会发现老歪社的明显厚实，有棱角一些，整体也更像一个三角形，但本机显然不是这种感觉的。这里来一张俯视图来说明一下。当你看惯了老歪社以后，再来看这个的话，哪都怪，而且颜色也有点怪。17系列不是纯黑色吗？虽然我这里因为蓝色背景加塑料色反光的影响，看起来颜色比实际亮了不少，实际看上去的话大概是这样的。但这次外甲的塑料是藏蓝色的，并非黑色，实际的观感也比官图更蓝一些。这个配色我唯一联想到的是这张机设图，但也正是看到机设图才发现，咦，好像戴哥做的也没有不像吧？除了机头比较突兀一点以外，剩下的好像就长这样。跟171差不了太多，毕竟171就是17系列的阉割加部分改进版本，所以这多少有点错怪阿呆了。设定上，本机是统合军针对宇宙空间作战所开发的特需机型，统合于2026年发起了 SVFX 特殊作战机计划，由通用银河公司承接开发的用于迭代 VF14的机型，除了换装 FF2001热核爆发涡轮引擎，使推力轻松超过 VF11 2倍以上。本机最大的亮点就是其隐身的性能了，没错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外形是在致敬美军的初代隐形战斗机 F117，除了多面体和三角形的造型，和现实的所有隐形战机一样，它把燃料箱、武器等等增加雷达探测面积的东西全部内置，使得该机也变得重型化，加上造型并非气动最优解啊，实际大气圈的飞行性能是比较差的。不过本机毕竟是宇宙专精，通用银河在地球抗电磁波涂料的基础上加入了 OTM 技术，开发了新的涂料，甚至能吸收 Fold 探测器的探测波，使得该机在 Macross 的世界里面也具有隐形的性能。于是 Nightmare 梦魇的名字也就诞生了。而这次卡姆林驾驶的是队长机 S 型，引擎的推力会进一步增强 10%。那作为 DX 超核心级别的模型，驾驶舱展开以及卡姆林驾驶员小人自然也是不会少的。至于涂装的话，还行吧，涂了就不错了。只不过仪表盘没有给任何的涂装啊，只有座位给了，这一点差评。另外，本机的驾驶舱也是换装了新一代的全轴虚拟座舱，虽然不及19系的真全景座舱，但也已经是当时的尖端科技了。支架舱侧面的炮口挡在进气道的上方，这多少是违背了隐身的初衷的。VF17为了隐身，甚至会尽量放弃 Fast Pack 的列装，但如果像玩具这样的机身缝隙的话，感觉隐身基本上就是无望了。另外，本机自然也是有标准钢 POD 的，只不过这把枪的后段镂空确实很别致啊，本来以为是伸缩的结构，结果不是，而且枪头还做了辅助握把，可见这把枪的精度要求以及后坐力。而且这把枪在 F 形态时的挂载也是很不一样的，需要翻起后端的连接桩，然后解锁腿部。
把这个后方翻起来的插桩扣到小腿的凹槽内，注意这里不是扣握把的部分啊。然后再把前方的凸起插到肌腹部，很特立独行的搭载方式。那 F 形态的展示就到这里了。至于到底和171相比，本机到底有多大比例的结构重用，那这就得变个形才知道了。首先解锁腿部关节锁扣，向上抬起一段拉出反折的关节，接着进一步拉伸大腿根部的关节，解锁锁扣。这里还有一段反关节需要拉出。注意膝盖上方这里有一个小的锁扣，需要把它向里推，和小腿保持平行。接着拉伸脚掌到底，然后展开，收起2个机翼。这里又能看到一个很小的细节，肩膀上方的小零件需要抠起来，然后 Z 字形摁进去，这时才能翻起2个肩胛。这里另一边再详细的演示一下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这里啊？接着从脊背部把2条手臂给解锁，然后翻折到前方，把所有的关节都给捋直。然后这一步就比较抽象了，需要把肩关节给反折上去，需要用力的往上顶。由于这样看根本就看不清楚啊，所以这里要看一下说明书，里面有一个双折的关节，需要把它折起来收纳。接着打开腕部的锁扣，拆掉之前 F 形态的盖板，然后向前推手肘关节，把这个手部给顶出来，接着抓住手部给它拔出来，旋转90度锁住，这时候再把之前的锁扣给扣回去固定。然后再用这个附送的工具把手腕后方的炮口给顶出来，然后再把炮口给整个拉伸出来。之后把手臂像这样给翻上去，炮口向前。之后再把肩胛内的这个姿态治愈喷口给翻出来。OK， 那这个就是机形态下的所谓炮击的模式了，让2个手腕的后部朝向前方。设定中这是2门中口径的粒子炮。其实腕部也有小型的炮口啊，但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可能觉得这样会比较帅吧。但现在这个造型如果说帅的话，那我是完全没有感觉到的，这2条腿也过于细长了吧，这和设定图里面的造型可以说是完全不沾边啊。我很少会用丑来形容一个G形态，但这次是真的丑。当然了 ，VF17 真正的G形态2条手臂是要放下来的，然后再把枪拿上才算是正常形态，但这个造型我依然是不太知道该如何评价。总之就是和我印象里面的 VF17 相去甚远，乍一看感觉就是 VF171 换了个颜色。尤其是这2条腿啊，太出戏了，老动画里的机体可没有像这样纤细的身板啊，我个人是相当的不满意的。和我在家里尘封多年的老外设的 17S 相比，那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天一个地了。算了，再多看一眼感觉就要爆炸，我们还是继续来变形吧。首先把机翼先收起来，然后把下方这里的锁扣给解锁，接着把2条腿的最后一段给解锁，把2边都给解锁之后才能全部的抬起来。接着可以看到2条腿根部的金属轴，然后用力往2侧全部给拉出来。这里可以看到有好几段啊，非常的紧，得用力拉到底。接着把这个轴向前转动，转到底，让腿根部和机头来平行。接着就可以把整个腿关节给收纳起来，掰直。膝部这里也有一段啊，需要把它先收起来。接着把这个盖板的卡扣给收纳起来。然后机头这里的驾驶舱的后方把2段掰开分离，抬起胸部。接着这一步很重要啊，把机背部的这个盖板给翻起来向下扣，这时候会发现头是高于盖板1截的。这个时候再把头给整个转180度，要连上脖子。接着这里也很恶心啊，说明书写的是完全看不懂的纯靠悟。背部此时有2个插桩，都有对应的孔位。接着再把机翼的连接处原本是展平的，现在要把它向上折，折成反 L 的形状，尽量折到底。这个时候才能把刚刚说的插桩扣到对应的孔洞内。如果扣不上的话，说明刚刚是没有折到位的，扣住的话会很紧啊，机翼也不会松动的。然后再把驾驶舱盖板给翻出来，把内部有小盖板给顶上去，卡到脖子的下方作为填充。这里没有固定的位点，随便掰一下就行了。然后把驾驶舱的部分给抬起来，然后扣到胸部的位置，这里用力向后压，身体会有一个锁扣扣住背部。之后大腿的根部的金属轴啊，可以像这样往前抬，会发现有一段线位会锁住，不过这个锁止是非常松的。OK， 那么变形就完成了，不知道大家现在是什么感受啊？我的评价是非常糟糕。虽然整个流程和171是不大一样的，戴哥也确实没有完全套用老模具，多少是改了点，但整个流程非常的破碎，一点也不流畅，而且还有各种奇妙的小机关啊，比如说膝部的锁扣、肩膀的收缩关节啥的，也是 DX 超合金系列一贯的老毛病了。总之就是变得人很累啊，真的不想再变第2次。
很多的限位啥的真的全靠猜，说明书也讲不明白，所以价格一直跌也就不难理解了。而且一直以 B 形态造型为傲的万代，这次做出来的造型我不知道各位能给几分啊？把说明书上的设定图放右边来对比一下，咱就说这俩是一个东西吗？真的不是所有的机体都适合大长腿加三角腰设计的，更何况这个头身比，我感觉头比胸还大，整个就是个大头儿子的脑瘫感啊！虽然老外设做的也很一般，但这个比例还是要比戴哥的要更协调一点的。不过你如果拿出来171做对比，你就释然了，这父子俩的比例是完全一致的。虽然说这次的17用了一些新的结构，但整条腿其实就是171的模具啊，一点都没有改，所以整个比例看着才会那么的奇怪。真的是有够怠惰的啊，我的戴哥。另外这次的外甲塑料用的是这种深蓝色啊，而且和之前的19、22都不一样，没有采用那种半磨砂的质感，而是用的普通的塑料。涂装遗印啥的也不够丰富，经常玩拼装的小伙伴也都知道啊，像这样的深色质感之差仅次于佛祖金，而且水纹看着会非常的严重，所以拉近一看整体的质感就如你所见啊，就非常的塑料。其实17系的 B 形态是很有讲究的，除了 S 型增设的4门头部对空炮以外，由于隐形的要求，装甲内藏了不少的武器挂载点，比如钢炮的其实是收纳在腿部隐藏夹层的，而另一条腿内则可以收纳特殊功能的弹夹。VF17的钢炮的甚至可以发射不止一种的弹种，是攻击力非常强悍的一种机型，但是在这么细的两条腿上呢，自然也是不会给你全部还原出来的。另外还有这个硕大的肩膀，其实是微型的导弹夹舱，是可以发射导弹的。本来这么多的武装啊，可以多拍一点帅照，但是这玩意儿的可动结构基本上就是沿用171，导致玩起来呢，算了，直接带大家来看一下吧。首先头部除了松啊，整体的可动还行，低头和抬头都能达到30度左右的幅度，左右的摇头竟然也能达到45度的幅度，360度的转头自然也是没有毛病的，变形的关节。不过头炮就真的是只能对空啊，完全是不能向前翻的。肩膀360度大风车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会和机背部干涉。肩膀根部是连接式球冠，但是留给这里的可动范围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啊。侧平台这里也是比较费力的，但是可以达到90度，只不过这里的肩膀关节这里需要注意一下，关节确实是给了90度的可动范围，但是这个手背甲会和肩膀干涉，导致不能完全抬起来。大臂根部的360度平转也是有的，还有一段变形用的向外弯折的空间。曲肘是双段的关节，180度弯曲是没有问题的。手腕是个直装，可以360度的平转，同时也有一段弯折的关节，可以向上翻起60度。默认带的手型是一个全可动手，造型一般吧，经典的鸡爪造型，主要还是配合变形来用。而其他的造型手则是给了3对，一对握枪手，一对实心握拳手，以及一对开掌手，都带了弯折的关节。胸腰方面自然是固定死的，没有任何的可动，毕竟戴哥并没有去用心设计啊，远不如19系和21，而且这里还很松啊。腿部的可动方面，首先前踢是可以踢到胸部的，毕竟没有裙甲的干涉嘛。向后则是被背部干涉，只有一点点的可动范围。侧踢虽然改良了关节啊，根部不再是球冠了，但是造型和171一样，也没有给新的设计，所以最大的抬起只有残疾的30度。同样根部没有给平转啊，只有小腿有变形的关节，向内30度，向外有90度的平转。最后这个屈膝就更离谱了，只有90度，我一度怀疑是自己搞错了呀。但我不管怎么去调整变形的关节，都只有90度，这可动堪称残疾啊。脚部想要可动的话，就必须把脚掌整个给拉出来，上下的抬腿是 G 形态的关节，有45度左右还不错。脚掌当然也是能平转的，向内接地有一个弯折的关节，打到底的话大概45度不到，幅度还不错，向外的话就只有30度左右了。这个残疾的可动加这个畸形的造型，这个 B 形态给我的印象甚至比 G 形态还要差，真的是又丑又难玩，一点也不好玩。这次真的是纯纯的什么 pose 我都不想掰了，但想想买都买了，还是弄一个吧。多少还算看得过去。这时候看到官图的这一张也真的是苦了摄影师了，硬是凹出了个能拍的姿势和不错的角度，我就不凹了，凑合着看吧。那以上就是本期评测的全部内容了。其实我本来还想拍一下逆变的整个过程，结果我逆变了一下啊，发现比顺便还要折磨10倍。你变回去实在是不想再变第2次，这里就没拍了。如果小伙伴们想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，非常推荐买来体验一下。好的，那么本期视频到此结束了，希望各位能多多的点赞关注，也不忘我替大家又当了一回凯子。那么大家下期再见喽。